想象一下，現在是2026年的開幕戰，滿壘2出局，關鍵的滿球數，投手投出一顆極致的內角滑球，捕手完美接捕，但主審卻在此時判了壞球，現場球迷炸鍋，但捕手卻異常冷靜，只是輕輕拍了一下頭盔。這就是棒球新紀元的開端，大聯盟 ABS 挑戰系統正式上線，不再只是小聯盟的測試台。這套被戲稱為機器人裁判的挑戰制，現在已經成了每支大聯盟球隊的生存標配。每場比賽你只有2次機會，用對了就是神操作，用錯了，你接下來的9局就只能看主審的臉色過日子了。支撐這一切的幕後功臣是遍布球場的 Hawkeye 追蹤系統，這玩意兒每秒能捕捉數千個畫面。精準度高到連球皮上的縫線都能算得一清二楚，只要有爭議，這台黑色的追蹤單元就會立刻啟動，3秒鐘內公正不阿的判決就會傳送到主審耳機裡。但別以為這能讓你慢慢思考，大聯盟規定，球進壘後的2秒內，你必須決定要不要挑戰。打者得輕拍頭盔，投手要點點帽子，2秒鐘連考慮這顆球有沒有掉進去都來不及。這完全是考驗捕手與打者的直覺與專注力。如果比賽進入延長賽第10局，而你的挑戰次數已經用完了，怎麼辦？別擔心，大聯盟這點還是很人性化的。到10局開打前，系統會額外補發1次挑戰權。畢竟，誰也不想在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被一個人類的錯覺毀掉整場比賽。而這套系統最硬核的科技就是個人畫好球帶，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如果上場的是168公分的奧圖維，或是201公分的賈吉，系統會自動根據球員當下的身高來縮放好球帶的高度，上限是身高的53.5%，下限則是27%。簡單來說，現在想透過蹲低來縮小好球帶，機器人可不會被你騙倒。但對很多老球迷來說，ABS 系統最讓人糾結的就是它可能會毀掉棒球最優雅的技術之一——捕手偷好球 （pitch framing）。以前捕手可以用巧妙的手腕動作，把偏差幾公分的球帶進好球帶，騙過裁判。現在機器可不吃這一套，這直接衝擊到了捕手的身價。以前像是希吉斯或特雷維諾這類防守型捕手，靠着頂尖的投球技術就能在大聯盟生存。但在 ABS 時代，如果你不能在2秒內做出正確的挑戰決策，光會投球可能也救不了你的飯碗。數據也說明了這種變化。統計顯示，防守方的挑戰成功率高達54.4%，而進攻方只有50%。這證明了捕手確實擁有全場最好的視角，這也讓精準判斷力成了一項全新的技能指標，與投球技術並列為現代捕手的核心資產。有趣的是，挑戰的成功率會隨着局數下滑，從第1局的60%一路降到第9局的46.2%。這反映了2件事：第一，人類主審在比賽後段會越判越準；第二，球隊往往會在最後關頭為了翻盤而不惜賭上一些成功率極低的邊角球挑戰。不過，規則裡也有一些奇妙的限制，比如當比賽打成大比分屠殺，球隊派出野手登板投球消磨時間時，系統是不允許挑戰的。畢竟，在這種垃圾時間裡去糾結一顆球的好壞，對縮短比賽節奏一點幫助也沒有。為了解決保送過多的問題，大聯盟採用了2D 平面測量，而不是真正的3D 立體空間，這避免了那些下墜幅度極大的曲球，只是削到好球帶前端就變成了好球的荒謬情況。科技終究是要服務於棒球比賽的公平性。為了防止球隊作弊，大聯盟還設計了一套防偷機制，所有的投球數據都會刻意延遲數秒才傳送到球場的大熒幕和電視轉播。這樣一來，休息室裡的教練團就無法及時透過平板電腦給場上球員打 pass， 確保每一次挑戰都是球員最真實的直覺反應。這背後其實是一場龐大的科技動員。位於紐澤西的重播中心全天候監控，確保這套 T-Mobile 支援的系統能在15秒內完成一次完整的判決複查，這讓比賽的節奏幾乎沒有受到影響，卻換來了最高級別的公正性。儘管像洋基隊總教練布恩 Aaron Boone 這樣的老派人士，可能還是會懷念原本的人性元素，但民調顯示，有高達72%的球迷支持這套挑戰系統。他們認為這是在全自動機器人與傳統人類判決之間，目前能找到最完美的平衡點。更有趣的是，為了解決紛爭，大聯盟甚至考慮在轉播中拿掉那個讓球迷爭論不休的數位好球帶框框，希望大家能更信任現場 ABS 系統的最終判定。這就像是拿掉了顯微鏡，讓我們重新回歸比賽本身的張力與純粹。ABS 挑戰系統究竟是棒球的救星，還是傳統的終結者？它讓三振率微幅下降，保送率上升，讓比賽的公平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那種與主審鬥智鬥勇，或是對判決大聲咆哮的情節，或許真的要慢慢走入歷史了。你更喜歡傳統的真人主審判決，還是精準的 ABS 挑戰制呢？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如果你也喜歡今天的棒球科技解析，別忘了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支影片見。